昨天关于这个香港的恒生科技指数的整体波浪结构的一个形态分析，那么这里我们也给出了结论，主升浪当中出现了延长的特征，既然是延长，它就会运行大致一个9波的一个形态，后期我们就要关注第9波延长浪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机会。那昨天在恒生科技指数之外，我们也是案例分享了其他的一些票港股的长飞光纤光缆，美股的罗素2000，以及港股的金蝶国际和盛唐控股，这些我们都放在我们的会员群里面去共享了。我们共享的机制就是说，每一个入群的会员除了你自己约票可以看到以外，其他人约的票你也能看到，这样就能保证这个会员群当中每个月至少有80只大家也能从这些票当中去寻找自己喜欢或看重的这些好的标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期视频的主题本期视频我们要说的是美国的纳斯达克100指数这也是咱们的粉丝约稿，想了解一下这个指数当前运行到了哪一个阶段，后期整体的上涨空间还有多大。其实这个指数我们之前是在5月底、6月中旬以及7月初都说过说过3次。那么目前大结构上没有太大的一些变化，中短周期的结构是有变化，但是依然是处于这一次超级牛市当中。目前我们只需要把结构划分清楚，以及找到上方潜在的目标压力位于哪里就可以了。首先我们还是从大结构去划分它的一个整体上的一个结构从它1985年数据出现之后那之后就是上涨的大一浪回撤的大二浪，一浪向下调整的二浪。从这个二浪的低点开始，它其实已经步入到主升三浪当中三浪1、三浪2、三浪3、三浪4。目前从月线上来看，就处在三浪5当中。等这个5波结构全部运行完毕，也就代表着大三浪会结束。那么目前我们继续细分最后这个三浪5，可以看到当前这个三浪5内部有可能会再次划分出5个子浪，那也就意味着此处的走势1、2，最终可能会呈现一出这个终结楔形的一个结构，来代表这个三浪5的走势全部结束那按照这样的划分，当前处于三浪5当中的这一波走势，这就是子浪1，侧向下的调整，这是子浪2。目前其实我们就是处在这个子浪3当中，后期还会有一次调整，子浪4，以及最后一次上涨的子浪5。其实从大结构上来看，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个主升三浪，它其实内部结构它走出了一个9波延长的这样一个特征，1、2、3、4、5、6、7、8、9。那目前其实我们换一个思路去理解的话，我们也是处于其中主升三浪当中的第7波上涨的一个后半程或者是末端。当然如果用结构上划分的话，那肯定就是三浪5当中的子浪1、子浪2都运行完毕了，目前我们处于子浪3。好，那接下来其实我们就很好办我们通过波浪尺来找到上方潜在这个目标压力位于哪里。首先我们要确认一下这个大一浪的低点，这样得出的数字才能相对更为准确一些。我们再可以测算一下三浪当中的三浪3和三浪5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我们就是通过多种多样的结构划分来找到它能否形成一个共振的这样一个区域。好，最后我们再测算一下子浪1和子浪3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通过以上3种方式的结构划分，那么我们大致就能找到上方潜在的目标压力。可以看到当前距离现在的价格最近的压力区是位于26140到26180。如果再往上看那下一个位置是位于28324。通过这样月线结构的划分，那么我们就找到了子浪3整体向上的运行的一个目标压力，分别是26140到26180以及28324这两个位置。所以我为什么说此次已经处于这子浪3的一个末端。那整体来看，它这一波走势是从16800左右启动的。
那涨到目前的位置，它其实已经涨了将近8000点。那从目前点位往上看的话，最近的压力目标距离现在位置大概是1000点。如果按2830来看的话，也就是3000点。所以说它整体的涨幅已经过半了。由于后期整体按照蓝色段的预期，我们会预期这个3浪5的内部蓝色段5波走势，它会走一个终结楔形，所以子浪3的整体幅度应该是小于子浪1的幅度，每一波都是出现一个所谓的衰竭的这样一个迹象，衰竭的一个迹象。好，既然看到目前这个位置，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这一次纳斯达克指数的超级牛市3浪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以月线来看待的，这一次整体的子浪3，它的启动时间是在今年的4月份。那往上运行的话，比如说运行到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那这个子浪3就有可能结束然后迎来子浪4的调整。所以等子浪3的调整结束之后，还会有一波子浪5的再次上涨。那也就是说，纳斯达克指数这波超级牛市也即将进入到倒计时。等这个子浪5结束之后，也意味着大3浪将全部结束，市场将进入长期的调整回撤调整，而且它的幅度会比较大。通过以上这种结构的划分，那么我们就知道了，从纳斯达克指数来看，目前整体向上的话，按时间来算，大致还有1年到1年半的一个时间才会全部结束。所以当前这个位置整体来说虽然有风险，但是风险还不是特别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是月线结构。所以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我们重点向上关注就是26140、26180以及28324这两个位置。等待这个子浪3调整到位之后，反弹上涨到位之后，我们就要考虑先适当的减仓，来规避后期这个子浪4的回撤调整。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上一次这子浪2的调整，指数是从这22200跌到了16500，整体的跌幅也是比较大的跌了6000个点，相当于指数跌了30%。那更不要说它个股了，个股可能会跌幅会更大一些。所以当前这个位置整体继续向上看，虽然还有空间，但是已经不是特别大，所以大家不要往上盲目的看盲目的看多。对于现在上方的具体的空间，一定要保持警惕好，这是我们目前从这个月线级别对于纳指整体的一个结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周线。从周线上来说，子浪1走完，调整子浪2，目前处于子浪3，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结构。这里我们尝试用一下通道来看一下通道是否能给出一些信号。看到通过通道来看的话，目前也没有太多的一个指示那么我们当下来说的话，只能按照刚才月线所给出的预期来看待那近期整体来看的话，向上至少还有1000点那短期来说的话无忧，我们继续看涨后期纳指的一个整体走势。那么中期走势，我们要回避掉中途所说的这个子浪4的调整，然后才会再次关注最后一个子浪5的最后一波上涨。好，以上就是本期我们关于纳斯达克100指数的中长周期的波浪结构形态的案例分享。通过以上的案例分享，我们也就知道了，目前我们处于大周期的3浪5当中，中周期或者是中短周期，我们处于其中的子浪3的一个上涨末端，后期风险提示就是要回避掉子浪4的一个调整，才可以再次关注最后一个子浪5的最后一波上涨。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那我们下期再见。